你刚当上皇帝，就发现满朝都是历史名臣，曹操是你的大元帅，郭嘉是谋士。在函谷关大战中，你部下吕布、张合、潘凤三人从3个方向呈犄角之势发起进攻，敌军向超当机立断，早晚有一日，本将军还会回来。周章断后，传令3军火速撤出函谷关。差人告诉他，本将军会在项氏祠堂为他立碑，永受我项氏后人相互供奉。诺！函谷关城头，周章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大笑3声：我周章死而无憾！杀！攻城战开始，有一名秦军士卒登上城墙那一刻，便被敌军用刀捅进腹中，敌人怒喝：给老子滚下去！可却咬我紧牙关，死握住刀刃，要滚也是你们滚，从我们秦国的土地上滚出去！说完，巨人猛然向前，任由刀刃彻底贯穿腹部，然后用手中剑刺入对方脖子。倒下去的瞬间，小兵眼角划过泪水，这是我们秦国的土地。这样一幕幕在战场上时有发生。渐渐的，秦军阵营中有悠扬歌声响起：契约无衣，与子同袍，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。一时间战意无穷，潘凤亲自挑了一根长枪出战，一人敌10人。吕布见他杀得欢心，也战火汹涌，方天画戟来，并未骑马，而手持战戟冲入敌阵，很快撕裂出一个大缺口。渐渐的，函谷关上秦军越来越多，周章已无力回天，可他仍旧举起大刀，楚军必胜。但不远处一支箭矢射来，贯穿肩膀，这是吕布所射，原本射击都不在话下，何况一个毫无防备的周章呢？最后周章被吕布斩杀，他大吼一声：贼将周章已经伏诛，余者投降不杀。所有秦军顿时士气大振，陆续吼道：降者不杀，降者不杀！函谷关总算被收复，而4位封疆大吏也在对逃亡的楚军实施包围计划。项超等人率领大军从胶水往宜阳方向撤离，途经王屋山附近，项超突然哈哈大笑，项梁愣住了：将军为何发笑啊？或笑那曹操无谋，弃之才守之，若敌军在此埋伏一军，我军绝难逃出升天。可惜呀，他们一心攻打函谷关，来不了喽。可突然林中旌旗招展，项梁大吃惊，不好，那是秦军啊！只见朱棣来了大金田，大笑3声：项将军，本王已等候你多时。下一瞬间，四面八方的山林中被流出箭矢还有滚木，巨石砸下。项操大惊：快撤！经此役，项大军彻底大败，元气大伤，与秦军再无一战之力。主将项超身中流矢，重伤垂危，副将项梁、项伯也不同程度受伤，整个队伍还不剩3、4万。一日，曹操收到信时，心十分愉悦，计划成功了。正是这个好消息告知西之才，却见他已经脸色苍白，躺在床榻上，一时一拱手：曹公，志才体内气血衰败，必须火速送我咸阳，否则不出1个月，神仙难救啊！只是什么？曹操也焦心无比，一时犹豫再三，还是开口：去咸阳城足足半月，路上颠簸，现在他的身体撑不到啊！曹操明白了，现在去咸阳可能会死，但不去就一定会死，只怕志才会不愿意去啊！就在这时，身体虚弱的志才居然在郭嘉的搀扶下缓缓走出，作揖道：曹公，我去。曹操不敢置信，志才当然愿意呢。他点头：楚军溃败，当前战事一稳，曹公有奉孝和苟活相助便已足矣。如此甚好，甚好啊！其实西志才在乎的是能够见到陛下，这是他此生唯一的念想。若能见到那位可以让大秦富强的君主，纵是死也死而无憾。半月后，楚国泰安城，函谷关来的急报送到了楚帝芈熊手中，他死死盯了战报。一旁的春申君黄歇意识到事情严重性，更问陛下不知前线发生何事了。芈熊神情严肃：项燕死了。黄歇大惊，那函谷关已落入敌手啊！他思考再三，下令命景翠来见阵，可黄歇却作揖。景翠虽深知兵法，可至多为将才，不可为帅。芈熊神色难看，那以你之见，应该派谁呢？黄歇直言：边关大将吴起。芈熊心怀忧虑，吴起是不错，可齐国若是知他离开边关，只怕会重兵压境啊！陛下，对秦之战，我军已经上司先机，函谷关一失，攻灭大秦的机会已经没了。但我楚军如此不战而走，必会被天下人耻笑。所以臣建议让那吴起打几场胜仗，便对外宣布胜利还师，届时再让吴起回去边关稳定大局。另一头，函谷关收复的消息传过咸阳后，举国欢呼，没有人想到过有朝一日还能收复故土，但现在却是做到了，还由陛下举荐，陛下当真有识人之明也。曹尚书乃兵圣下凡啊！
听到这些声音后，你心里很不爽，依靠楚军王国的计划算是彻底破产了。当着众目睽睽，豁然起身离开，这里实在待不下去了，难受啊，马飞！众臣们先是一愣，让纷纷懂了，陛下为何突然离开呢？定然是知道自己若继续留下，无法让群臣进行宣泄啊！陛下真是了解臣子的心思啊！于是乎啊，所有官吏们都不再忍耐，开始大笑。一时间，朝堂上不停传来“好耶！陛下万岁！陛下牛逼！”的声音。你还没走远呢，听到后恨得牙痒痒的，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失声痛哭一番，难受，真的难受啊！马飞。西安城外，一辆马车缓缓驶来，这里面细致才疯狂咳嗽。原本他一日内就得咳血3-4次，而现在每半个时辰就咳血好几次，就连说话的力气也没了。随行一时毫无办法，他知道自己没时间，喊大家停车，在一处小土丘上看着西安的城墙，忽然郑重跪地作揖道：“臣系之才，叩见大秦皇帝陛下，臣恭祝陛下万年大秦万年。”韩国送钱粮，嘿嘿，这下去国库顶不住喽。小问何爱卿，不知国库内还有多少银子呢？和珅清理嗓子，傲娇道：“陛下您放心，经过臣不懈努力，如今国库尚存银1-2千万两啊！”你傻眼了，哪来这么多银子啊？随即感觉不太对，怎么这满朝文武都笑眯眯盯着我看，像是一副等表扬的样子呢？事实上，大臣们看到你的表情，也纷纷都松了口气，舒服。陛下看来终于是满意了，我等没有白白耗费银两啊！在得知大家捐款的事儿后，你是真的要吐了呀！真的太过分了！你们不应该都是奸臣吗？为什么做这种事情？不行，一定要冷静！他们可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奸臣，一定能帮自己完成亡国大业的，忍不了啦！朕不希望今后再有人拿自家的钱去补贴国用，你们领着朝廷俸禄为朝廷做事天经地义，朕若再从你们腰包里掏钱，这天下人会如何看朕？朕希望你们能将辛苦赚来的俸禄用在自己身上。可群臣怎么想的呀？陛下的意思分明是朝廷发的俸禄就已经够用了，俸禄之外的钱财还是不要贪，不然陛下会亲自伸手来拿。大臣们都在心中告诫自己，今后一定不能再贪污了。另一头啊，吴起到了函谷关，虽然楚地米雄给他的命令是打起上生门就撤，继续镇守西楚边界，可他不这么想，能击败项燕的曹操早让他战意激发，没完套路吃胡牌，指挥大军从3个方向碾杀曹操。曹操也看出这人并非寻常敌人，用兵如神。由于经费有限，我们就不展示具体战斗细节。最后的结果就是双方打了整整2个月时间，各有伤亡，算是平手。最终楚地米修下旨，命吴起班师回朝。有戚卿问他：“元帅，我们千里迢迢来此，难道就退了吗？”吴起叹气：“再打下去也没好结果，除非我们有3倍于敌的军队，不可灭秦。”于是吴起撤退。他们走时，曹操还亲率一支军队前去相送。吴起皱眉，他还真敢啊！于是哈哈大笑，走去见曹尚书。2人隔着一条小河相视而望，手中各执一壶酒。曹操率先说：“请问吴元帅今日离开此地，吾特来相送，有劳曹公挂念。山高水长，你我终有再见之。届时再决胜负。”曹操豪迈大笑，恕不远送，下次相见，我必将吴帅尸身请回大秦。吴起毫不失落，届时本帅也会为曹公准备好棺材，用最好的木料去做。说罢，双人军哈哈大笑，隔空敬酒，然后一饮而尽。随后并未多说什么，各自转身离去。